五角大楼的一名前工程师最近对媒体表示，说美国武装力量与中国的技术之争已经结束。那么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美国国防部前首席软件官尼古拉斯·柴兰表示，美军的技术改造缓慢，华盛顿在这方面呢已经没办法与北京一争高下了。柴兰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15到20年后，我们将没有机会与中国竞争。在我看来，一切都已经结束。按照这位五角大楼前雇员的观点，中国凭借其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的成就，正在走向统治世界。柴兰认为，美国落后的原因是谷歌等一批网络公司不愿意与国防部就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合作。这位专家表示，华盛顿在国防上加大了投入，但是其中太多的资源投在了后勤上面。柴兰指出，美国一些政府部门的网络威胁防护，甚至呢是幼儿园级别的，也就是说，它的网络防护能力非常的弱。那么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人工智能对未来战争形势的影响会有多大呢？可以讲，其实呢这个问题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工程师，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人工智能对未来战争形态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里面呢，包括多个不同的层面，比如侦查、分析、判断、决策等等，都离不开人工智能。尤其是在三军联合作战的过程中，各个平台、指挥控制系统、情报信息收集与分析系统都离不开先进的人工智能。它对未来联合作战形态的改变，应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媒体呢现在都承认，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美国呢基本上是旗鼓相当的，但是在应用层面上可能会走得更好。这些年，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它取得成果确实引人注目。无论是机器人技术的开发，是吧？机器学习啊，人工视觉，以及室内的导航定位技术等等，他们都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么这些成果应用了吗？有一些应用了，有一些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距离大范围的应用可以说还没有完全到位。我们前些年看到很多美国的有关人工智能的视频，确实呢给人带来很强烈的震撼。那么未来的人工智能平台无论是空中的、地面的、水面的还是水下的，应该说都在向着更高的层次在发展。美国人曾经把人工智能分成10个级别，当然最高级别基本上跟人没有差别了，甚至呢比人还要强。但是目前所装备的一些武器平台，它的人工智能水平大概也就是个3级、4级这么一个阶段，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美国的一些网络公司、大学都在这些领域呢积极的开发，当然中国也没落下。目前全世界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国家也就是中国和美国了。但是这名美国五角大楼的前雇员所说的话，可以说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他认为现在和中国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竞争已经结束，也就是说潜台词是美国已经败了。那么是不是这个情况？可能这里面是有很大的偏颇的，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在理论上可以说目前还是领先的，只不过呢是在应用层面上做的还不是很到位，但是它也开发出了很多比较先进的产品。那么中国呢？中国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呢，可以说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
蜂群飞行。那么，美国最早提出了蜂群飞行概念，要用很多小型的固定的无人机在空中组成蜂群，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任务。那么，一大堆无人机集中在一个空域，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没有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你想操控它们，或者呢是自主的进行任务分配，分别执行不同的任务，这些难度都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的蜂群飞行，谁领先？是美国还是中国？应该说我们是交替上升的。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美国海军对吧，曾经用50几架固定小型无人机在空中组成飞行飞行。那么紧接着呢，2016年下半年，我们就打破了它的记录，用70多架无人机在空中组成蜂群。那么到了2017年，双方呢又交替上升。那么最终，目前的世界纪录，200架固定翼无人机在天上组成蜂群来执行不同的任务。这些蜂群都是有一定的智能化水平的。那么这个记录谁保持的呢？中国。另外，从最近的这几期国际无人空中载具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大赛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智能化无人机的最高水平。他们所展示的很多能力都是目前的无人机所不具备的。那么前几届比赛，从第1届到第5届、第6届，领先是谁呢？美国，都是美国的大学代表队拿第1名，只有一次是德国取得了冠军的优势。后来中国的大学也参加了这项具有国际顶尖水平的空中机器人的比赛，后3届的冠军全部由中国队夺得。它的技术难度是相当高的。智能化的无人机要在房间里面飞行，不撞墙，不被障碍物所遮挡，同时呢还要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搜索任务，最终要把任务目标锁定，同时呢要把一些具有敏感性的物品，比如说 U 盘，从房间里偷出来，安全的送到特工的手里，难度是相当的大。但是一旦被中国的科技人员破解，它就变成了一个普及的技术。在本届珠海航展上，我们就看到很多中国的察打一体的飞行器或者巡飞弹，都具有了这样的能力比如说一种共轴双旋翼的巡飞弹，它是桶状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呢，既有侦察设备，也有爆炸物，它就能够飞到楼里爬楼梯，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内进行搜索，最终找到要攻击的目标，和它呢同归于尽。整个过程基本上是自动化的。那么在本届珠海航展，我们也看到了多次的飞行表演，这些飞行表演在自动化程度呢也是非常高的，说明我们国家在无人机平台这个领域智能技术已经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起码是在应用层面方面，我们走的是比较好的，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当然，这些成果也仅仅是初步的，而我们的最大对手不是别人，就是美国。尽管美国现在讲它不如中国，其实不见得。因此，我们不能放松警惕，也不能够放缓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步伐。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战场上，通过智能技术的普及，从而获得信息化战场、高技术战场的技术装备优势。当然，从而呢，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战术和战役层面的优势。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